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这一集呢，我就跟大家聊一下一种常见却容易被误解的体质，叫做痰瘀型肥胖。我的门诊呢，曾经有一位40几岁的女性病人哦，她有多囊性卵巢，她每天呢吃的很少，有时候一天热量都不到1000大卡，可是呢体重还是不断的上升，脾胃呢也变得越来越差。她就很疑惑的问我说：“庄医师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”那很多人以为说胖啊就是吃太多，其实不一定哦。在中医来看，体质才是关键，尤其是痰湿跟血瘀交缠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痰瘀互结。那今天就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，什么是痰瘀型肥胖，它是怎么形成的，又该如何调理。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，其实很早就有提到说，肥胖啊，不只是吃太多的结果，其实跟每个人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。书里面嘛，把人体啊分成金木水火土5种类型，其中有2种人特别容易发胖，一种是土型人，脾比较虚，湿气比较重，那常常会有肠胃不好的状况，就是吃的不多，但是人就看起来肿肿的这样子。那另外一种是水型人，肾气比较弱，容易有泌尿道系统代谢的困扰，那胖呢就是还伴随着下半身都肿肿的。那这2种人呢，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体内特别容易堆积湿气，这些湿气如果代谢不掉，就会转为痰湿，那就会让代谢变慢，脂肪变得更容易堆积，就变成中医最常见也最根本的发胖体质。不过呢，除了痰湿之外，还有一种很常被忽略的，就是气血循环不好。《黄帝内经》啊有句话说：“肥而泽者呢是血气有余，肥而不泽者是气有余，血不足。”意思就是说，有些人胖的气色还不错，那就是气血还够。可是有些人是虚胖型的，气色看起来很暗淡，皮肤又很粗糙，精神呢也差，那就可能是血虚喽。血虚再加上气虚呢，气推不动血，血就会淤滞在体内。那淤血一来呢，不是只有气色差、代谢慢，身体的痰湿就更难清掉，整个减重过程啊就变成很不顺利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跟我们一刚开始说的那个女生一样，常常觉得吃的不多，但是却瘦不下来，那有很可能就是痰湿跟淤血2种体质交杂，就是中医讲的痰瘀互结型肥胖。这种呢，最容易让人陷入越来越难受、越减越不顺利的恶性循环。在临床上呢，我们常常看到肥胖的患者，尤其是有代谢症候群的，几乎都是痰湿体质。有研究指出呢，像糖尿病这一类的慢性疾病啊，痰湿体质的人就超过1半。痰呢，在中医里面不是只有咳出来的那种痰，还有身体代谢不掉的湿气。这些湿气呢，一旦堆积太久，就会变得又黏又稠，就像是身体里面的废物排不出去一样，让你觉得容易累，容易身体浮肿，整体代谢变慢，脂肪呢也越囤越多。那瘀是什么呢？瘀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气血循环障碍。当痰湿呢一直在体内，会拖累气机的运行啊，血液也容易变得粘稠，流速变慢，甚至呢可能出现一些微小的血栓。这时候呢，痰湿跟淤血就粘在一起了。那中医叫做痰瘀互结。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，就是身体的代谢有障碍，身体的发炎反应变强。那这种2体质呢，就很容易让身体呢变成是说越来越胖，越来越发炎，越来越发炎，越来越胖的一种恶性循环。那你可能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征兆，比如说整个人会觉得越来越沉重，没力气，容易疲倦，而且又水肿。那这些都是痰的一些症状。那瘀呢，就在皮肤变得粗糙暗沉，代谢越来越差。那有些人会在脖子或是腋下出现一圈一圈黑黑的色素沉淀，这在西医叫做黑色棘皮症。中医呢，就是认为痰瘀啊，组织在体表的一些讯号。那不论是哪一种形容啦，这一种状况出现后，你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会越来越难控制。
那这种呢，就是痰盂互结型的体质，不是只是让你瘦不下来而已哦。很多的研究都证实说啊，这些会提高慢性病的风险，像是高血压、糖尿病啊、脂肪肝啊、心血管疾病，甚至像某些癌症。还有失智症，就是像是 COVID-19 这一类的病毒感染啊，其实痰盂体质的人的并发症也是比较高的，不论是重症、插管、死亡率，其实这类型的人啊，都比别人好的比较慢。那其实这种状况呢，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早就提到了，他说肝炎令人中满，转为消渴。那这是描述说一个人是肝郁脾虚的一个状态，然后一路呢走向糖尿病这种代谢症候群。那肥贵人呢，暴厥而聋，偏色闭不通啊，讲的就是脑中风。那心肌梗塞这种危及性命的疾病啊，其实这就是一路从痰盂互结这样转变而来的。所以其实古人早就了解到说，高人啊，就是这些腹部脂肪啊堆积比较多的，那这些都是一种危险性的体质。那就跟现代医学所说的这腰臀比过高，会导致心血管疾病跟中风的风险增加，这是完全一致的哦。痰盂型肥胖呢，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呢？主要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饮食不节。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有说啊，肝肥贵人啊，高粱之己，讲的就是平常那些爱吃甜腻啊、油炸、高精致淀粉的人。那第2个原因就是脾胃虚弱啊，像我诊间啊有一个更年期的女性患者，平常忙到一天只喝1杯加糖的拿铁，晚上才吃正餐哦，一天热量其实不到1000大卡，可她觉得说，天哪，我吃的够少了耶，我一天只吃1餐呢，可是我越来越胖，而且胃食道逆流、便秘更年期症状都来了。那这其实就是脾胃虚，消化吸收不好，吃进去的呢，反而都变成脂肪，都变成痰湿。李东垣说的啊，少食而肥啊，讲的就是这种状况。再加上他的肠道菌落丛是失调的，坏菌比较多，益菌比较少。那这些菌呢，会对大脑下指令哦，说脂肪都要留下来，而且是要变成坏的脂肪，所以身体就一直发炎，然后它就更年期症状越来越严重。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，很多人一开始是补益生菌啊，戒糖戒淀粉，确实会瘦。可是呢，瘦到一个程度，遇到停滞期的时候呢，你要从体质下手，才能再突破。第3个原因呢，血瘀阻滞。有些人他先天循环就不好啊，像是皮肤暗沉、手脚冰冷、经血有血块、很痛、身上容易有淤青等等，这些都是血瘀体质。《易中经鉴》里面就提到说，痰饮啊窜入经络，可阻碍血行。意思就是说，痰湿久了也会卡在血脉，造成血瘀。那这样的体质呢，不但影响代谢，也会让减重卡关。因为呢，气血不通，痰湿排不掉，减重就很难顺利。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真正的逆转呢？我们可以从3个方向来调整：饮食加运动，让身体呢真的运作起来。其实减重说穿了就是2件事情：吃对加上动起来，尤其是要让肌肉长起来啊。因为中医说脾主肌肉，如果你什么都不吃，肌肉长不起来，脾气也推不动，那气血呢自然就是循环障碍啊。所以说，其实不用一辈子低碳水，不吃东西，吃的很少，也不用完全把美食戒掉，因为你这样子一直戒，一直不吃东西，你没有肌肉，那你身体气血循环不好，你反而遇到停滞期了，下次再吃一下子就胖起来了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吃掉这些高碳水的东西啊，吃完一定要运动，才可以让这些气血流动起来，你吃的东西才会变成营养，为我们所用，才不会变成废物脂肪。再来呢，中医的调理，针对痰盂型的体质呢，我们会从中焦入手，也就是从健脾祛湿着手，再搭配活血化瘀。那常见的就是像参苓白术散啊、防己黄芪汤啊、二陈汤啊、苍术薏仁啊，这些帮助我们消化系统这些药物，它可以化痰化湿。可是呢，如果这些人已经出现黑斑、三高，
那身体呢，其实表示气血循环呢已经真的非常差了。这时候我会再加血府逐瘀汤、山楂或是四物汤等等，可以帮助气血流动得更加顺畅一点。那日常生活呢，平常自己可以怎么做呢？首先就是吃的顺序，你可以先吃蛋白质跟菜，最后再吃淀粉，这样可以降低血糖的波动，减少脂肪的堆积。有一项研究啊，他就做三明治的试验，就是同样都是一颗三明治哦。那有一群人是先吃三明治里面的蛋白质，有一群人就是先吃三明治外面那个面包。那先吃蛋白质的那一组的人啊，血糖波动比较稳定，碳水呢也比较不容易变成脂肪。那这个就是降低胰岛素的阻抗，减少脂肪堆积的小技巧。再来就是温热饮食，因为寒凉呢会加重痰湿，会加上痰啊，是要用温热的东西来化解的。所以你平常喝的水最好都是喝常温或是温水，那这样就是比较可以化湿代谢。那冰的就尽量少碰。再来就是呢，每天的运动至少要40分钟。那不论你是快走，你要跳舞，就是各种有氧都可以，你只要动起来，让自己心跳快起来，其实你的肠胃啊，我们的中焦运转系统就会动起来，代谢自然也就顺了。如果你是那种吃不多却还是胖的，皮肤又偏暗的，代谢慢呢又容易疲累、水肿、便秘、胃口差的人，那就要小心，因为你很可能就是痰瘀互结型的体质。这种体质呢，不是只有比较难受而已，更是身体在提醒你说，可能有健康的危机正在发生喽。记得痰瘀互结越早调理，越有机会逆转。大家学汉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